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，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。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我都快哭了，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他妈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，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只要但凡大点火，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鸭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鸭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.5块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这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带这么多东西出门，多亏了这家庭6座豪华 SUV 理想L8了，超大后备箱特别能装，而且还有大床模式，玩累了可以直接躺着用3屏联播看视频，这也太爽了。露营模式还能对外放电，这绝对是家庭首选了。欢迎狗送乘坐副驾，希望驴们露营玩得愉快。到这之后，我们把天幕支上了，就开始等着大家来了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。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：狗送好好活着。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整了点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锅，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。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，4只鸭掌，还有满满1锅肥牛和配菜，味儿也特别正。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，还有这半只鸡拉面也真的有半只鸡在里边。现在拼多多有1万个试吃名额，每个名额9盒3个口味，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就是还有名额可以抢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试盆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，问谁都说不知道，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
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哎呦，我这一大锅谁能顶住啊？我其实除了枸杞，还有一个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妈的弟弟的儿子的媳妇家孩子。他说好长时间没擦大哥了，今天来看看我俩，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来，说串门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叶的不少，带茶水的真是头一个。我昨天问他想吃点啥，他想到早上3点多告诉我锅包肉、鱼香肉丝、麻婆豆腐和鸡公煲。我说哥们儿就这么几个快餐店的菜，那至于想到天亮吗？他说哥呀，我不到这个点我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他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盖饭，但他哈喇子尽头应该就是我这锅大骨棒。我一个没看住，他把我准备炒回锅肉的五花肉全扔里了。我现在觉得这点葱绿的恰到好处。完了，我问他是否小酌，他说还是喝茶吧，20来岁该养生了。这焙火燃茶是无糖的，用的还是大红袍，特别纯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愿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腻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你家肯定有猪油，能不能给我来一碗猪油拌饭？真的，我怀疑他这300斤体重里起码有200斤是心眼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猪饭、鱼肉、锅包、五谷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黄鸡、牛滑，还有他要啄一下的燃茶，还得说胖子会吃，这白肉蘸点蒜泥，当时给我香迷糊了。我又来了一碗麻婆豆腐盖猪油拌饭，这香味活该他想到天亮。完这小子一口大骨头，一口燃茶呀，因为这每瓶有11克膳食纤维，他喝完了能刮过肚子里。你瞅他吃这么香，我说你说句实话吧，是不是家里有啥状况供不起你了？他说哥呀，我妈在家只给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点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妈在家吵吵了，他俩一个想出去吃，一个想在家吃，然后在僵持阶段，他俩几乎是一起说的，让你儿子回来做呗。你说这人退休了能闲成这样啊？2口打仗6孩娃。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试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，还解恨。我说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一贯劝分不劝和呀。这个酱汤羊蝎子是一个老师傅给的方，他说他们饭店靠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带着方子出来单干来了，第2年就倒闭了。这条鱼眼肚瞪那么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下的粉条给它一起捞了。这个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儿。这灶这么站着，啥时候能吃上饭呢？好在家里有一个真米吸出机，设置好时间和温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业级味道。你想要几分熟就能几分熟，而且还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别猛火爆炒，让你的饮食更健康。我妈说头2天炖只鸡才25分钟。我说妈，我这蝎子捞了快2小时了，你早他妈寻思啥了？我妈告诉我父债子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虾炒、白肉、酱蟹、肉芽、飞牛、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吵，我吃饭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献出来了，这娘俩舍命陪我妈喝呀。后来互相搀扶着回的家，他俩真办事啊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以后对我姑父好点吧。